让俄军和乌军眼馋。马蜂空中下蛋，中国的小型察打一体轰炸机来了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贤少。在乌克兰战场上，处于防守状态的俄乌军队正在利用堑壕构建强大的防线。据说在卢甘斯克有3道防线，但是今天的战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可完全不一样了，因为乌克兰军队有从中国购买的消费级无人机改装而成的轰炸机，也就是能够投放手榴弹和手雷的小型无人机。当然，俄军也在这么做。从无人机的视角来看，堑壕就是开阔地，完全可以压制战壕内的人员活动。所以今天的堑壕战，因为有了消费级的无人机加入作战行列，可以说已经不大管用了。但是消费级的无人机也有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它的飞行速度较慢，携带的弹药量较低。然而别急，中国的军工企业就像活菩萨一样，你只要有一个心愿，那么在中国这边就能找到最合适的产品。在今年举行的珠海航展上，中国的企业就展出了一套代号叫马蜂的国产小型察打一体轰炸机。这与俄乌战场上双方使用民用无人机投放手榴弹，满世界的沿着战壕追着掩体内的1-2个士兵玩轰炸不同。中国军工展出了马蜂系列无人机，它包括了3种型号，一种是个头比较小的手抛式的固定翼侦察无人机，一种是个头比较大的以螺旋桨为动力的侦察无人机，另外一种呢就是多旋翼无人机。从外形上看，马蜂4旋翼无人机与市场上的消费级无人机有些相似，但是它拥有更好的加速性、更高的飞行速度以及更大的载弹量。在航展现场，吊在空中的马蜂小无人机肚子下面抱着一个软型的手榴弹，而这个手榴弹个头可不小。这3款无人机的组合意味着可以更快速地对敌方目标进行侦察，然后呢，再由马蜂多旋翼无人机对他们进行临空轰炸。手抛式无人机使用方便，带有螺旋桨的侦察无人机留空时间长，而多旋翼无人机则可以在空中悬停。这可是一个成体系的侦察攻击小无人机机群。本着就近方便的原则，这类小型无人机的机载弹药可以从士兵携带的单兵武器中获取，包括手榴弹和枪挂榴弹都可以。再次强调一点，这3种无人机都是可以由步兵班携带的，说是制式版的班属小型轰炸机也不为过。何况此类无人机都是低小慢的目标，而且呢都是由电机驱动的，对方要想及时发现它们并且把它们击落，那就非常困难了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国军队步兵班在操作无人机时的作战场景，完全可以将敌人压制得不敢露面。手抛式的侦察机其实呢还能改装成巡飞弹，那么不论是打堑壕战还是打巷战，装备了班属小型轰炸机的一方将拥有非对称的优势，用吊打对手来形容也不为过。如果再结合中国军队开始列装的机器狗、穿墙透视雷达、手抛式侦察机器人、蛇形机器人等在地面使用的无人装备，估计呢就可以将敌人打得心理崩溃。在乌克兰战场上，双方都证明了步兵的地位不可替代，但是相比于中国这边的理解可就差远了。中国的步兵以后有了地上和空中的无人化装备，不但能够利用战场机器人平推对手，也能为体系化作战的其他平台提供目标指示，这将彻底改变近距离交战的样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岸的台军要看清楚了，玩什么非对称作战、刺猬战略，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以武拒统，
都将变得毫无意义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